包大人，包大人，为何不见老夫啊？太师怎会到登州来？可是有何公干呢？我特地前来通知包大人，暂时不要对程元治罪。为何不可？皇上已下旨，要包大人不得审理此案。这又为何？包大人，你遵旨就是了，何必多问？敢问太师，圣旨何在？近日就到。太师，空口无凭，要本府如何才行？老夫确信圣旨立刻就到。在此之前，包大人不得审讯程元，一切回京以后再说。太师，圣旨既然未到，凭什么要本府不治那程元之罪？那程元犯下必死之罪，本府怎能饶他？你难道仅凭太师一言，本府就要置国法于不顾不成？太师身居庙堂，理当留在京师，如今却为何到登州？所谓何来？包大人，那程元是老夫的亲外甥，那又如何？他也是庞贵妃娘娘千岁的亲表哥。太师，本府只问那程元是否违反国法，至于他是谁家亲眷，有何靠山，本府却一概不问。包大人，难道你一点不讲情面？太师，若讲情面，那些因程元贪婪而无辜丧命之人，又将向谁去讲情面？包拯，你抗旨不遵。圣旨未到之前，本府何曾抗旨？你好，我就上你这公堂，我看你敢不敢当着老夫的面杀那程元。本府奉旨办案，怎会不敢？可若你敢扰乱公堂，休怪本府将你一并治罪。王承马汉在，将太师请出州衙之外，不得干扰公堂审讯。如若不听，尽管放手打人。是。你包拯，你传令升堂。是。带人犯程元朱刚，带人犯程元朱刚上堂。跪下，跪下！朱刚，你身为登州捕头，乃是朝廷所派在地方执法之人，你却知法违法，协助程元贪赃枉法，欺压良民，你可知罪？回包大人，程元是属下的顶头上司，他的命令属下不可不从啊！你即便如此，你明知他的指令有违国法，就该断然拒绝，或者依法检举。你却狐假虎威，狼狈为奸，甘为帮凶，你还敢狡辩不成？属下知错了，请大人从轻发落。姑念你虽为从犯，却未犯下杀人罪行，虽已渎职，却未曾具体收贿，本府便饶你一条性命。谢大人不杀之恩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本府依大宋律例，判你监禁10年，并服劳役。
你要深自反省，好自为之。是。来人呐！在。将朱刚押出堂去，发监执行。是。走。程远，犯官在。你身为益州之长，地方父母，不思报效朝廷，爱护百姓，反而依仗权势，胡作非为，巧立名目，强征粮税，勾结结党，营私谋利，将朝廷公器为你个人私用，视登州百姓如同待宰羔羊。你寡廉鲜耻，人神共愤，贪赃枉法，再不赦。犯官知罪了，可是包大人，犯官罪不至死啊！住口！就因你的贪婪无度，多少百姓流离失所，断送性命。前任通判陆星退休京官许仙，不知还有多少无辜，皆因你勾结李坤而惨遭杀害。你还说罪不至死？犯官，包大人饶命啊！包大人，堂下听判。登州知州程远贪赃受贿，违法渎职，勾结李坤，共谋杀人。本府奉旨代天巡狩，以大宋律例判你扎刀之刑。包大人饶命啊！包大人，来人呐！在。胡子大伺候。是。包大人饶命啊！包大人，下官不敢了。包大人饶命啊！包大人饶命啊！开打！包拯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带李坤，带人犯李坤上堂。李坤，你勾结贿赂程远，谋取不法利益，教唆杀害多条人命，私铸假钱，扰乱币制。如今数罪并发，罪证确凿，你可还有话说？我只是个商人，有道是杀头的买卖有人做。今天既然被包大人所查获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你倒是干脆。不过，包大人，四海钱庄有108处分庄，遍布全国。如果杀了我，必会导致前世动荡。不知包大人打算如何收场啊？你不要误认如此一来便可以心存侥幸。朝廷自有整治财经之策，本府自会报请朝廷，以公办交子铺，接手四海钱庄，
查清存题汇对之后，逐一交割，必可平静转手过渡，全然不会引起百姓不安。我倒忘了，包大人曾担任过三司使之职啊。你知道便好。包大人，你可知道，在朝中有不少的人收了我的贿金？本府自会一一清查，依法追诉。哼，这些人白拿了我的好处，可是根本救不了我，绝不能便宜了他们。包大人，如果让这些个人置身事外，我就是虽死。本府也绝不会让他们逍遥法外。堂下听判，李坤，你身为商人，就该将本求利，诚实经营。为谋暴利，你却不惜铤而走险，以身试法。本府若不将你依法治罪，又将如何令天下商贾引以为戒？本府以大宋律例，判你铡刀之刑。借此以度来者，以儆效尤。来人呐！在，狗头他伺候。是。到！总算尘埃落定，全案结束了。只可惜了严冬啊。其实他也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够选择自尽身亡这条路。不过他这一死，总算把严家的声望给挽救了。大哥，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？你说。他的那第三刀，我接不下来。那如果我们联手呢？只可惜，我永远没有机会印证了。有些事情，反而永远不知道会比较好。包大人为登州百姓除去大害，老朽等在此替所有百姓向包大人致谢。本府奉旨代天巡狩，惩治贪官污吏，铲除奸商恶霸，乃是职责所在，又怎敢当诸位大人一个谢字呢？包大人推谦了。程元虽已伏法，但仍有诸多善后及州务待办。唐大人年轻时浅，阅历稍欠，还有待诸位大人多加协助，也好让登州尽快纳入正轨常规。有劳诸位前辈了。好说，不过我等年纪均已老迈，若是力有不逮之处，还请包大人、唐大人见谅。不，杜大人此言差矣。所谓年纪老迈，不过是体力精神不及年轻人，然而经验阅历却不落人于后。唯有曾经在朝中效命过的前辈先进，
秉持老而弥坚、退而不休之念，继续贡献心力，那才是朝廷之幸，百姓之福啊！是啊，是。如今全案已破，明日本府即将启程回京，本府就不一一向诸位大人辞行了。老朽恭送包大人。启禀大人，这是由京城金字牌派专差送来的。大人，难道庞太师说的是真的？圣旨的确不让大人省成员？那怎么办？成员已经被处死，圣旨现在才到，大人打算如何向圣上交代啊？无妨，本府原本就打算回京，将那些收受李坤贿赂的官员一一揪出，如今只是必须尽快出发罢了。我们明日一早出发。是。明日之后，这登州城就全靠你自己了。是，门生会全力以赴。本府会尽快上报朝廷，速派新任知州。你也要依照通判规制，将这段期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巨细靡遗的向皇上呈奏，本府顺道带回京城。门生会连夜书写完毕。不过才几日功夫，却又经历了如此多的周折变迁。门生也从恩师身上获益良多。凡事并不可一成不变，总得随机应应。然而唯独秉持大公无私之心，却是放诸四海，而且准啊！门生谨记恩师教诲。大人明日又要车马劳顿了，还是早些就寝，也好养足精力。好吧，你们聊，本府先回房歇息。门生恭送恩师。怎么没见到展云？他要我代为传话。唐大人跟包大人谈完话之后，往院中一见。是。去吧，他想跟你辞行。那么，我就去了。真不知道展云又在打什么主意。没什么，就像展护卫说的，他只是向唐真辞行罢了。
展云，你和包大人说完话了？是。明天我就要走了。我知道。可能从此之后，我们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。那也不一定啊。如果包大人来参加你的喜宴，说不定我也会来，你说好吗？展云，你不要担心我，我说过会把你当做朋友的。谢谢你。如果你真的来的话，相信我会很高兴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，如果你没有定亲的话，如果我没有定亲的话，我会在你向我表示之前，已经向你表示。现在该我谢谢你了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虽然这些古礼是其来自有，却未必合乎人情。可惜我们身在这样的环境，也只能认命了。希望终有一日，每对男女都可以随心所欲，和自己想在一起的人共度一生。那么他们比我们来说就幸运多了，是吗？恩师，门生恭祝恩师返京路上一路顺风。本府希望登州在你代理期间一切平稳，周无蒸蒸日上，要让本府刮目相看才行啊！是，门生必定不负恩师期望。大人，可以启程了。别的我也不多说了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通判，将来会是朝廷的好支柱，老百姓的好父母官。谢谢你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老管家，展姑娘，你们家少爷经验不足，你要多帮帮他。展姑娘放心，我们家的少爷是不会出问题的。谢谢你，雨竹。张姑娘，雨竹还能再见到你吗？当然会啊，你们家少爷成亲的时候啊，我一定会来，到时候我们不就见面了吗？展姑娘，我们随时欢迎你来呀。你们都保重。
太师，被叫进宫。是。什么？包大人把程元给杀了？是啊，我再三恳求他刀下留人，可他就是不肯。可是皇上已经答应我了，圣旨已经颁了呀。我已经告诉他，皇上已经下旨，不让他审程元，要他等候圣旨。可他反而立即将陈元处死。他既然存心抗旨，我也无力阻拦呐。他也太跋扈了。难道他不知道程元是我的表哥？他当然知道，可是如何？哎，女儿啊，你不知道也罢呀。爹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就是想要知道包拯他是什么意思。好吧，看来呀，爹不说不行了。包拯根本认为我们庞家的人是全仗着皇上的恩宠而胡作非为。什么？啊，女儿啊，算了吧。包拯深受皇上重用，不但代天巡狩，而且还有先斩后奏之权。我们庞家的人是斗不过他的。女儿啊，忍一忍吧。哼，我凭什么要忍？庞家凭什么要任他欺负？爹，我现在就去面见皇上，请皇上替我们做主。不，千万不能这样做。你现在禀报了皇上，势必得罪了包拯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哼，我就不信皇上会向着他。女儿，女儿，女儿，女儿。请皇上替臣妾做主。爱妃，快起来！究竟发生什么事？皇上，包大人还是将程元给斩了。什么？难道他没有接到朕的旨意？回皇上，老臣是以紧急军情的金字牌送往登州。包大人应该接到圣旨才对呀。包大人听说皇上要下旨救程元，特意赶在圣旨到达之前，就匆匆忙忙取出铡刀，将程元斩首。他这根本就是存心想违抗皇上的旨意。岂有此理！包拯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！皇上请勿动怒，包大人忠心耿耿，绝不会抗旨不遵。想必是处死程元在前，圣旨到达在后，为时已晚了。皇上，臣妾知父庞太师专程赶往登州，将皇上下旨之事告知包大人，谁知他非但不听，反而立即下旨将程元处斩。包拯与太师向来不和，这分明是在公报私仇。皇上，包大人一向公正无私，绝不会以私废公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臣妾只不过是向皇上倾诉心中的委屈而已。其实臣妾受了点委屈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包大人是朝廷重臣，当然要以君臣和睦为重。这件事，臣妾再也不敢提了。不行，再怎么说，朕也不能让他欺负到爱妃的头上。王丞相，臣在。传朕旨意，要包拯立刻回京见朕。臣遵旨。
大人还在为回京之事感到不安。程元之死，势必让庞太师心生不甘。倘若他煽动庞贵妃，向皇上进谗言，大人，请恕学生多言。大人前往登州查办通判一案，乃是圣上的旨意。如今查明真相，依法处置，皇上又岂会对大人有所责罚呢？公孙先生有所不知，登州查案虽是皇上所派，但将程元处斩，却不在原定计划之内。皇上降旨阻止本府审讯程元，便是为此缘故。大人是担心皇上会因此而降罪？这些年来，常因据理力争而触犯圣母，遭皇上降罪贬黜，更是不计其数。本府又岂会在意？怕的是，若不能将那些收受李坤贿赂的官员绳之以法，让他们逍遥法外，本府岂不是有愧之首？大人，到现在，大人还惦记着维护国法，端正朝纲啊！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本府又岂能不朝思暮想，随时惦记啊？大哥，包大人急着回京做什么？心里有很急的事吗？不知道，看上去很急，我们也不好过问。这像是包大人的作风吗？他从离开登州之后，一直很郁闷，看起来像是有心事。我们去问问他吧。翟云，啊？不合适。那我们去问公孙先生总行了吧？就是这么回事。大人要我告诉你们，好让你们心中有个准备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大人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哼，如果皇上听信谗言，我就……翟云，朝廷的事你不懂，不要瞎说。好了，大家不必心急，我相信大人自有对策。回京之后再说吧。太师，包大人回京了。回来的好，我看他如何向皇上做出交代。包大人一路辛苦了。包拯才回京城，相爷就专程来访，包拯实不敢当。老夫前来看你，当然是多日未见的缘故。可是还有一事，老夫却不能不来呀。相爷请讲。皇上要包大人一回京城就进宫面圣。包拯正该将奉旨前往登州，查办通判无端身亡一案，禀奏皇上。这是该立刻进宫面圣。包大人还是应该要预做准备啊，以免见了皇上。相爷指的是关于程元之死，皇上是颇为震怒啊。想必是庞娘娘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。一点都没错。包大人，
你明知那程元和娘娘父女的关系，为什么一定要得罪他们呢？相爷，包拯从未存心得罪任何人，却也无惧于得罪任何人。皇上还特别将庞太师一并宣召进宫，恐怕是要和你当面对质。如此甚好。包拯正有要事，必须面奏皇上。臣包拯叩见吾皇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，谢万岁。朕特意屏退左右，你我君臣4人当面把话说清楚。包拯，臣在。你明知道朕已下旨，不准你再审程元，你为何不听？难道你真敢抗旨？回皇上，臣审讯处斩程元之时，并未接获圣旨。包大人，老夫明明当面通知你，圣旨将到，你却置之不理，这不是存心抗旨又是什么？不错，朕要听听你又作何解释。回皇上，庞太师位列3公，既非专司专责，更非传旨太监，包拯岂能将他的一面之词奉若圣旨？倘若人人皆可以宣称代传圣旨，岂不因此而天下大乱？朝廷体制又将何存？皇上，包大人所言极是啊。即便是皇上的口谕，也有专责之人，并非是人人皆可代传呐。就算如此，你也明知道那程元是庞贵妃的亲眷，难道就不能暂缓行刑？皇上，包大人根本不顾及娘娘的情面。不错，太师所言不差，包拯当时的确未顾及娘娘。包拯，皇上，包大人想必不是此意，请皇上息怒。皇上，臣奉旨出京代天巡狩，在登州之时，包拯眼中看见的是贪赃枉法、残害百姓的登州知州程元，却未见任何人的亲眷。倘若皇亲国戚，便可脱罪免责。皇上要包拯何用？大宋朝廷要国法何用？倘若果真如此，包拯立即罢官退隐，远离朝政，也免得妨碍了皇家亲眷。朕并非私心袒护，难道那程元果真犯下不可饶恕的必死之罪？难道就不能改判其他，以观后效吗？回皇上，那程元所犯之罪，并非包拯重判，而是他罪在不赦。只是若凭包拯一人之言，只恐太师不能心服。不错，包拯的确难脱公报私仇之嫌。对包拯并无私仇可言。现有皇上钦派登州通判唐真手书奏折，他在登州的所见所闻尽载其中，请皇上御览自评。公孙先生，包大人进宫会不会被皇上降罪啊？这很难说，这要看皇上究竟是讲理
还是徇私？要是皇上不是徇私护短，他怎么会下了那不该下的圣旨？就是嘛，要是和皇上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有特权，那还要什么国法？干脆叫皇家去管事，满朝文武都可以回家养老了。哎，公孙先生，叫包大人不要干了，告老还乡还落得轻松。公孙先生，这件事恐怕连我都无法接受。难道真的要等大人被皇上罢了官以后再说不成？不，或许皇上会因为宠爱贵妃而难免护短，但是他不是一个昏君。我相信他会讲理，我更相信包大人会安然无恙。好大胆的程元，他的确该杀。皇上，庞吉，你要贵妃向朕诉苦，让朕下了一道不该下的圣旨。若不是在登州的是包青，你险些让朕变成了一个不明事理的昏君。臣罪该万死。幸亏包青坚持，朕才没有铸成大错。你还不向包大人认错？这怎么？你不肯？老臣不敢，老臣遵旨。包大人，老夫我太师护生心切，在所难免。包拯只是依法行事，还请太师多加体谅。我这二位能够尽释前嫌，的确是可喜可贺呀。等等，在这唐真的奏折当中提及，登州的州情曾多次向京中禀报，却石沉大海，这又是为何？回皇上，这也是包拯急于返京的另一个原因。那奸商李坤长期贿赂朝中10几名大臣，就是他们将登州的情形隐瞒不报的。竟有此事？可知是什么人？从钱庄搜出的密账之中，详列着那些官员的名姓。包拯正想请旨将他们拘捕到案。哼，这些贪官，朕怎么能容得下他们继续在朝中为恶？包拯听旨。臣包拯接旨。朕命你为专责清查涉案官员，朝中各部由你调派，速审速办，依法惩治。臣遵旨。带人犯，带人犯！干什么？起来干活！快起来干活！起来！起来干活！起来干活！快点！起来！求你别打他了，他这2天身上有病，求你饶了他吧！求求你去爷！你说什么？起来！
烈火导员，兄弟啊！兄弟，醒醒，兄弟，怎么了，兄弟？怎么醒啊？军爷，您怎么能随便伤人呢？人家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怎么干活啊？将军，求求您了，赶紧送他就医去吧。医什么医啊？不听使唤，死了活该！拖下去。是。将军，你不能这么做呀！将军，你不能这样！将军，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？让大伙日夜赶工，也不给休息，有病了也不送去治疗，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。大伙说是不是啊？格杀勿论。是。你们都听着，这就是逃跑的下场。谁要胆敢煽动逃跑，格杀勿论。
怎么睡不着？这半年多来，我就没睡好过。哎，还是得睡啊，否则明天哪来的力气干活啊？哎，你们怎么也不睡啊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才感觉自己还活着。我实在舍不得睡呀。你被关进来才1个多月吧？是啊，我不过偷了10个铜板，就把我抓来做苦工，这样的惩罚实在太重了。你呢？我跟人打架。你打死人了？没有，就是轻伤。那他们很快会把你放出去的。谁说的？我在这里关了3年，只看见有人进来，没看见有人放出去。啊？什么？只要矿脉没有挖断，这座金矿至少可以开采10几年。你呀，最好早点习惯这种日子。那总不能把我们在这儿关一辈子吧？我受不了了，这样的惩罚太大了。我的罪不重，不像你。我怎么了？啊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们都是罪犯。我呢？我根本就是他们招进来的矿工，我什么罪也没犯。那他们怎么把你抓进来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只知道从进来那天起，到现在就没下过山。因为这是一座私矿，他们怕偷采金矿的事被传出去。啊，私矿？私矿怎么会有官兵呢？这些官兵到底是谁派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可以确定，这是一座违法偷采的私矿。天晴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条矿脉就是我爹发现的，他生前就是青州的勘矿师。官府根本就没有把这条矿脉报给朝廷。我也是后来才明白，我爹的死一定和这座矿脉有关系，而且和官府也脱不了关系。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，我们恐怕会死在这里。啊，那我们一辈子就在这儿了？不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。天晴，他们会杀了你的。反正留在这儿也是死。只要把这里的情形告诉官府，这矿场的上百个人才有机会活命。不，既然官府在里面勾结，官官相护，你怎么告？我要找一个不畏强权、清廉正直的官去告。可官府看守的那么严，你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去。有机会，不过要请你们几个帮忙才行。好啊。怎么干什么你啊？你擦出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凭什么打人啊？你看着点啊！你看清楚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踩着我这样什么？我根本就没碰你！你凭什么打人了？别打！住手！打人！他打我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你个老家伙，没打人，没碰打人，打人呐！快点，他打我，还是想扔东西。
放开！他干啥？打人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！干活！干活！打人了！凭什么打人？快点都回家！快点回去干活！开车！好嘞！把这个打架的带走，快过去！走，快点！快点回去干活！有没有人下山？没有。有看牢了，如果有人下山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是。走。臣开封府府尹包拯，叩见吾皇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包卿平身，谢万岁。皇上召微臣进宫，不知有何圣谕？朕有差事需要人去办，却始终难寻合适人选。几经斟酌，还是王丞相提议的好，只有包卿前去才是最合适不过，故而宣你入宫，当面说明。包大人休怪老夫啊，这个人选的确非包大人不可。但不知皇上要微臣去办什么事？下月初3是柴王爷60大寿，朕准备了些寿礼给他祝寿。朕要你代表朕前去担任祝寿钦差之职。放眼朝中，文武百官，就属包大人与柴王爷素有往来，相交甚笃。包大人奉旨钦差，既能代皇上尽表贺寿之意，又能与老友重逢叙旧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臣启皇上，朝中宫中均有私立官员，臣敢请皇上收回成命，另派他人。怎么，包卿不想去？臣不敢，只是自臣执掌开封以来，不敢一日稍有怠忽。若是奉旨贺寿，少则1月，多则2月，包拯唯恐
因此而影响了府中公事。皇上，依老臣之见呢，包大人只是想多做点事，而不愿把精力花在往来应酬上罢了。丞相言重了，包拯绝不敢有如此想法。不，柴王爷乃前朝皇室之后，太祖皇帝赐封柴家世袭镇王，本是体贴照顾之意。朕要包卿前往贺寿，更有尊崇礼遇之心，这岂能是应酬？皇上，老臣倒有一个两全其美之策，请皇上圣裁。好，你且说说有何两全其美之策？柴王爷府邸坐落在青州境内，青州群山环绕，远离京城。倘若包大人以钦差的名义顺道勘察政务军务，访问民隐民情，一则可以表彰皇上对柴王爷的尊崇；二则可以成全包大人对朝政的用心。如此一来，岂不是两全其美之策吗？好极了！王丞相不愧是辅国重臣，一语中的。就依王丞相所奏，包卿既是祝寿钦差，更是青州巡狩，朕意已决，不得抗旨违令。臣遵旨。没想到皇上对柴王爷如此重视。柴王爷是世袭第2代阵王，行事低调内敛，作风毫不张扬，不应是前朝皇室之后而稍有骄态，这也是大人肯与他以朋友论交的最主要的原因。不仅如此，王爷与本府还是势均力敌的棋友，只是这些年来忙于公务，许久未去探望了。大人奉旨钦差前往青州，也可以说是公私两便了。青州背山临海，风光宜人，能去看看也是难得。此番青州之行，兼顾考察地方，斩护卫理当前往。大人，有人击鼓鸣冤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，属下在。传令升堂。是。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。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。包大人，堂下所跪何人？何方人士？启禀包大人，草民名叫田青，是青州人士。你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，想必是有冤在身。回包大人，草民的确是有天大的冤屈，请包大人做主啊！既然有冤，就在堂前说明。你状告何人？草民不知道。岂有此理！既然不知状告何人，又何来冤情？回大人，草民的确是有冤呐，请包大人明察。你且说来，有何冤情？所告何事？半年之前，草民被人蒙住双眼，绑上山去强迫采矿。半年当中，没有离开矿场一步，夜里还被关押囚禁。
草民是拼着一死才逃出来的呀！竟有此等事！那关押你的又是什么人？草民不知道是谁派的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他们是朝廷的官兵。住口！朝廷官兵怎会做出此事？你不可信口雌黄。回报大人，他们的穿戴装束、指挥调度，的确是朝廷的官兵，不会有错。你是在何处被抓上山的？是在草民青州的住家当中。那矿场所采的矿石又是什么？是金矿。且慢，矿石种类繁多，一般人根本无从分辨，你又怎知那是金矿？回报大人，草民家传4代全是看矿师，任何矿石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。你既是看矿师，想必知道，每条矿脉皆属朝廷所有，每一处矿区皆是官矿。你被关押的矿场，究竟隶属于何府何州管辖？回大人，那座矿场根本就不是官矿。此话怎讲？那是一座名由官兵监管，实际上是违法盗采、不折不扣的私矿。盗采官矿，罪同盗卖国产，论罪当诛。若是有官兵涉入，更是形同叛逆。田青，你若没有真凭实据，切不可信口胡说，否则一旦追究起来，只怕你吃罪不起。大人，先父就是因为这条矿脉而被害的。现在矿场当中还有数百名和草民一样无辜的矿工，正在忍受惨无人道的奴役折磨。草民这次冒死逃出来，除了要替自己伸冤之外，还要替那些矿工叫屈。包大人，您是百姓心目中的青天，更是这几百名矿工心目中唯一的希望啊！草民恳请大人伸张正义，洗雪沉冤。好，本案虽有诸多疑点有待厘清，本府却可应承于您。倘若你所言属实，本府就接下此案。多谢包大人，多谢包大人。退堂。张龙、赵虎正在招呼田青梳洗换装，学生也大致替他检查过，除了由山沟跌落之时所受的筋骨挫伤之外，并无大碍，只是身体颇为虚弱，还有多处旧伤。想是在矿场之中食不果腹，劳累过度所致，甚至还可能曾遭官兵殴打折磨。大人可相信田青说的都是事实吗？他没有必要说谎。至于究竟是真是假，当然还得再做印证。万一真有此事，本府又岂能不闻不问？大人才蒙皇上钦派前往青州，那田青偏偏又从青州而来，倒也十分凑巧。大人可以顺道兼办此案。本府还有话要问他，
在问过之后再做定论不迟。公孙先生可先将田青在公堂所说转述于展护卫，请他稍后同往花厅，也好深入全案之中。是。草民跌落山沟之后昏迷不醒，是一位樵夫大哥把我背出了山区。可是等我清醒之后，他大概是怕惹上麻烦，立刻就走得无影无踪了。所以草民确实不知道矿场究竟在何处。你且再说下去。3年之前，青州官府委派我爹去勘察一处矿脉，他所勘察出来的的确是一座金矿，可是官府却不接受勘探的结果，因此并没有上报朝廷。且慢，此事与你所谓的冤屈又有何关联？草民被关在山上所开采的，就是同一座金矿。你既然不知身在何处，又怎知是同一座？从我清醒的地方估算，那座矿场应该离青州城不超过20里，和我爹当年勘矿的地方差不多。而且我见过我爹采集的矿石样本，和我所在的矿区的矿石完全相同。你父子既然同为勘矿师，为何却没有同行？大人，勘矿师的行规，即使亲如父子，也不能透露矿脉之所在。你爹又是如何亡故的？回大人，我爹勘出矿脉之后不久，草民应邀去河北勘矿，直到半年之前才回来。当时官府跟我说，我爹是在山上工作的时候，不幸失足身亡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之后草民就被绑上山了。如此说来，你既不知道矿场在何处，更不知道是何人所为，如何才能证实是否真有此事？我没有说谎，可以到青州城外20里的山区去查，查到了矿场就可以证明了。青州群山环绕，绵延数十里，根本不可能去逐一查清。包大人，我说的的确句句属实啊，包大人。好了，田青，你不要激动，本府会依照你所言一一求证。倘若真有此事，本府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谢包大人。李大叔，你说田青能逃出去吗？逃不出去啊！难道田青他死了？不可能！如果真被他们抓到，他们一定会宣布的。都10几天了，田青要是逃出去的话，也该有人来救我们了。也许他在等机会。不过，我相信他一定是逃了出去。我也相信他会来救我们的。
怎么睡不着？展大人，我在想在矿场里的日子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每天夜里隔着栅栏望着天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重见天日。现在你总算逃出来了，不用再受那种折磨。可是那些和我同样命运的人还关在山上，我心里明白，他们有多么渴望自由。你放心，包大人一定会把他们通通救出来的。大人，倘若田青所言属实，那金矿至少已经开采了3年，冶炼成黄金之后，已经是一大笔的财富。不论是何人所为，对国库而言，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啊。本府所想还不仅如此，这3年之中，不知有多少无辜丧失性命，多少家庭骨肉分散，家破人亡。倘若不能尽快追查明白，更不知还有多少人遭殃。是啊，大人若是想趁赴青州之便追查此案，恐怕还得等上几日，因为距柴王爷寿诞还有1月之久啊。那么本府就提早出发。公孙先生，明日设法查明青州官矿开采的情形，也好作为查案的参考。是，学生遵命。对那些惨遭奴役的矿工而言，在山上多待1日，便要多受1日之苦；少待1日，则可少受1日折磨。本府明日就进宫面圣，提前出京。怎么，包青打算提前出京？臣启皇上，青州路途遥远，车行不速，臣又肩负查看青州军务政务重责，若不提前出京，恐会迟了柴王爷寿诞之期。臣敢请皇上恩准。王丞相，如今你可对朕由衷的佩服了。皇上圣明，老臣佩服的五体投地呀。臣愚昧，敢问皇上因何发笑？相爷又何故佩服啊？王丞相，你且说与包青听听。臣遵旨。包大人，皇上和老夫打赌，说是包大人为了视察青州的军政民情，必定会耐不住性子，请旨提前出京。果然被皇上一语料中啊！包青，朕可是对你知之甚深了吧？臣惭愧，但不知皇上是否恩准？准，朕当然准。包青宫中体国，负责尽职，朕欣慰，忧且不及，怎能不准啊？柴王爷的寿礼，朕都已备齐。包青打算何时出京啊？寿礼既已齐备，臣打算明日就出京。好，寿礼和礼单，朕会派人送往开封府。至于随寿礼去的人，就要包青妥善照顾了。皇上还派了礼官同行啊！由包大人亲自押送寿礼前往青州，何须再派礼官呢？皇上说的是宫中的私要女官呢。柴王爷长子柴玉，包青总该知道吧？皇上是说，日后承袭第3代阵王的备位小王爷。
不错，那柴玉深受柴王爷疼爱，可惜患有心痛之病，重医束手。朕派出的司药女官随你同去荆州，若能治好柴玉的病，岂不是最贵重的寿礼吗？原来如此。臣与柴王爷相交多年，却竟不知小王爷身染此症，实在令包拯惭愧。包大人不必介怀，柴王爷从未对外透露过柴玉患病之事，就连皇上也是近日才得知的。臣启皇上，臣府中公孙策精通岐黄之术，何不命他诊治，或者派宫中御医前去，也许较为妥当。包卿，你可别小看了朕派去的女官啊！她虽然年轻，却出身医药世家，尤其对柴玉的病素有专攻。包卿若不放心的话，可请公孙先生和他相互研商，共同会诊。明日你们就一起出京吧。臣遵旨。行了，明日出京之后，你就是大人的随行士兵，就算回到青州，也不怕被人给认出来。扮成士兵就要有士兵的样子，否则的话，很容易被人认出来。回到青州以后，大人特别交代，绝对不能自由外出活动。二位大哥，包大人真的要带我去青州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包大人真的可以为我洗刷冤屈，能够把那些盗采金矿的人抓捕归案吗？你放心，我们跟随大人这么多年，还没有他破不了的案，也没有一个罪犯能够逍遥法外。大人，青州依山滨海，矿藏极丰，无论是银铜铁铅，皆有开采，唯独没有金矿。青州州衙的确也有一位名叫田野的勘矿师，可惜在3年前因为上山勘矿而失足身亡。那田野正是田青的父亲。哦，如此说来，田青的证词可信度就更高了。的确如此。那青州之州又是何人？回大人，青州地处海防边境，依朝廷规制，是由京东东路经略安副使张冲张大人兼任青州知州。倘若那田青所言不虚，张冲与此案难脱干系，且待抵达青州之后，再逐步查访。展护卫在。此番前去青州，可以分头查访。入城之后，展护卫在市井之中要多做探访，也好查明虚实。属下明白。稍后，皇上所派的司药女官要来府里与本府见面，你们也不妨一起见见。而后路途还长，彼此先熟悉一番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婉儿见过包大人。免礼。谢包大人。这位是展昭展护卫。啊，南侠展昭名震江湖，婉儿早已慕名许久了。好说，婉儿姑娘见笑了。在下公孙策。
孙师叔，您真的认不出我了？你是？婉儿和师叔一样是复姓，慕容婉儿。你真的是你呀？怎么，公孙先生与婉儿姑娘是旧识啊？大人，婉儿是学生师兄之女，师兄英年早逝，学生遍寻婉儿不着，没想到竟能在此相见。和师叔最后一次见面，那年婉儿方才10岁，所以一时半会儿师叔会认不出我。真是女大18变呀！昔日的黄毛小丫头，如今出落的亭亭玉立了。师叔啊，您就不要再取笑我了，否则包大人会笑话您在倚老卖老了。好极了！本府原本担心青州之行，婉儿姑娘会觉得不自在。如今彼此既然有如此渊源，公孙先生可要多加照顾才是啊。学生自当尽心尽力，照顾故人之好。好，婉儿姑娘。啊，包大人，请恕婉儿失礼，因为婉儿还是小辈，所以不敢当姑娘之称，还是请大人叫我婉儿吧。知书达理，又不娇柔造作，的确难能可贵呀。好，婉儿，此番出京时程久远，不宜穿着女官服饰，就改换便服吧。婉儿明白。明日一早，随本府启程出京。是。